今天就是想聊一聊啊，为什么有些在现在看起来还非常优秀的人，可能会在2025年被时代抛下，以及我们该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直接开聊吧，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就看看是哪些人会有这样的风险。咱们先聊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2025年有些看起来还非常优秀的人会被时代抛下。其实背后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全球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你看从过去10年的平均 3.5% 跌到了2024年的 1.2%， 这个就直接导致了什么？就是大家的增量的蛋糕在消失，那所有的行业都在存量博弈。这听着对个人来讲压力很大呀。对啊，然后再加上 AI 的发展， AI 工具的发展，像 ChatGPT 像 Midjourney 这些已经可以替代很多律师的工作、设计师的工作、程序员的工作，对吧？而且他们的效率更高。同时呢，我们现在每天接触的信息量是1980年全年的信息量的174倍，但是其中真正能转化成有效决策的可能还不到 0.1%。 所以为什么2025年会成为一个这些人被淘汰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背后是有哪些趋势在推动的？其实就是3个比较大的趋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增量经济变成了存量经济。你看过去20年我们中国的 GDP 从13.7万亿增长到了126万亿，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行业都是在野蛮生长的。你比如说房地产，你比如说互联网。那现在你看房地产2024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 18%， 然后互联网的用户的增速已经跌到了 3%。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业都在内卷，企业都在降本增效，大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听着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洗牌啊。对啊，然后再加上第二个就是 AI 的发展。 AI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替代体力劳动，它已经开始在替代很多脑力劳动了。你比如说律师的审查合同的工作，现在 AI 可以比人类律师快30倍，错误率从 8% 降到了 0.3%。 再加上第3个就是我们的信息环境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从信息不对称变成了认知超载，就是你很难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帮助你做决策。把平台当本事的人为什么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往往是在一个行业的上升期获得了成功。你比如说10年前的房地产销售，5年前的互联网大厂的员工，2年前的直播电商的运营，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获得了成功，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平台的优势当成了自己的能力。但是其实你的能力只有在你这个平台的资源光环褪去之后，你还能创造价值，那才是你的能力。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是做游戏运营的，他在公司的时候，公司给他很多钱让他去买量，他就靠这个买量把这个游戏的流水做得很高，他就被裁员了。他出去之后发现他找不到工作了，因为他只会靠买量来做游戏，他不会做其他的事情。这听着确实挺危险的。那所以就是说，这些人要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要去思考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没有了公司的这个品牌和资源的支持，我还有什么？第二个就是，我现在所依赖的这些核心技能，在3年之后还值钱吗？第3个就是，我能不能利用我现在的资源去打造一些属于我自己的可以带走的资产？你比如说个人品牌，你比如说一些跨行业的人脉，你比如说一些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投资组合。朋友圈里面的那些精致的穷人，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其实收入不低，但是他的消费太高了。你比如说有一对夫妻，他们2个人一个月收入是3万5，但是他们每个季度都要买奢侈品，然后他们租住在高档公寓，他们每个月的信用卡和网贷要还掉1半的收入，另外1半的收入刚好够他们日常开销。所以他们其实工作了3年，不仅没有存款，还倒欠了5万块钱。一旦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裁员了，他们马上就房租都交不起了，他们那些奢侈品二手卖出去可能连1/3的价钱都卖不到。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的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对啊，就是他们的消费都是为了面子，为了去晒在朋友圈，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是0。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步先算一下自己的净资产，看看自己到底离破产有多远。然后第2步就是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分清楚哪些是你需要的，哪些是你想要的。你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把他想要买的东西先放到购物车里面，
3天之后再去看，如果3天之后你还想要再去买，他说他80%的东西都不会买了。第3步就是开始积累一些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你比如说每个月拿出来10%的收入去定投指数基金，或者说去学习一门可以赚钱的技能。只会考试的好学生，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其实在学校里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你比如说小林，他是顶尖大学金融系的研究生，然后他 CFA 3级都过了。他进了基金公司之后，他发现他不会工作，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学的都是理论。他的领导让他去分析一个股票，他就只会用模型。他写了50页的报告，但是他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去调研一个上市公司，他也抓不住重点，所以他就是工作了半年，业绩就是垫底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缺乏这种实践的能力和风险意识。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太习惯于学校里面的那种学习方式，而没有办法适应社会上的这种需求。对啊，因为学校里面的学习是有限游戏，就是规则是固定的，然后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社会上的游戏是无限游戏，规则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这些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抛弃掉学生心态，主动去承担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任务，用你的产出而不是用你的努力去衡量你的价值。甚至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微创业，比如说在二手平台上卖东西，或者说做一个小博主，或者说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就是在这些实践的过程当中去培养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依赖关系的稳定群体，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往往是在一个体制内，或者说在一个关系网里面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你比如说小张，他就是靠他爸的关系进了一个事业单位，然后他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每天就是喝茶看报，他也不学习新的技能。现在就是地方财政收紧，他单位的福利也没有了，他爸退休了之后他的人脉也没有了，他又不会 Excel， 他又不会写公众号，他甚至连网购都不太会，所以他在单位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透明人。他也很害怕有一天会被裁员，或者说会被边缘化。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把自己的安全感全部都建立在了外界的这个体系或者关系上，而没有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对啊，就是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主动的走出去，去建立一些弱连接。你比如说去参加一些行业论坛，或者说加入一些兴趣社群，然后同时在你现在的这个体系内去创造价值，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要发展一个可以市场化的副业，就是当你的主业不行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经验丰富的老手，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往往是在一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很多年。你比如说老郑，他是一个有15年经验的平面设计师，然后他非常看不起 AI 工具，他觉得 AI 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结果他们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用 AI 工具做设计，半天就能完成一个项目，客户还特别喜欢。他用传统的方法做2天，最后公司裁员把他裁掉了。他出去找工作，发现现在所有的公司都要求你会用 AI 工具，所以他就一下子就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太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而没有办法去接受新的技术。对呀，因为现在 AI 已经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替代人类了，比如说翻译，比如说会计，比如说老师的一部分工作。所以这些老手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 AI 当成自己的副驾驶，去学习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来提升自己的效率，然后同时要从技术执行转型到战略制定，同时要去投资自己的软技能，比如说沟通能力，比如说审美能力，比如说讲故事的能力，因为这些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你的。知识焦虑的上进青年，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每天都在学习。你比如说小杰，他买了2万多块钱的课程，然后他什么理财呀、自媒体呀、AI 绘画呀都学了，但是他都是浅尝辄止。他每天还要刷大量的知识短视频，但是他的工资没有涨，他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变。其实他陷入了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叫习得性麻痹，就是他把信息的摄入当成了能力的提升，但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看似很努力的在学习，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掌握这些知识。对呀，就是真正的学习是你要把这些知识转化成行动。你比如说你学了沟通技巧，你要去用，
你学了一个 Excel 的功能，你要去用；你学了 AI 绘画，你要去用它来生成一幅画，然后卖出去。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走出这个收集知识的舒适区，给自己设定一些实践的规则。比如说我学了一个东西，我要在72小时之内把它用起来，或者说我去围绕着一个项目来学习。比如说我要在3个月之内运营一个小红书账号，我围绕着这个来学习所有我需要的技能，同时要远离这些贩卖焦虑的博主，去寻找一些可以真正给你带来系统性知识的信息源。曾经赚钱的老炮，为什么他们会在2025年面临一个加速坠落的风险，以及他们应该怎么去自救？就是这些人啊，他往往是在一个时代的红利期获得了成功。比如说老杨，他在16年的时候做情感公众号，然后他很快就做到了100万粉丝，他靠广告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他就一直坚持每天写深度文章，他也拒绝去做短视频，结果就是这几年公众号的打开率越来越低，他的收入也越来越低。他现在想要去做短视频，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了，他也很难再挤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其实他就是犯了投资里面的一个错误，叫单一资产风险，就是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太过于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变化。对啊，就是这个时代的渠道变化太快了，你从淘宝到微信到抖音，然后你的赚钱方式也在变化。所以这些老炮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强制自己去做流量备份。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淘宝店主，你也要去做抖音；你是一个公众号博主，你也要去做视频号。同时要每个月拿出10%的时间和金钱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反脆弱的商业模式。你比如说你要把你的客户导入到私域，你要去打造自己的品牌，你要去发展一些线下的业务来和线上的业务做互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可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会说这7类人他们其实都感染了一些思维病毒，就是他们都有一些阻碍他们去适应变化的一些思维模式。你比如说稳定幻觉，就是周期套利者、稳定群体和老手，他们都把一个暂时的状态当成了一个永恒的保障。然后外部验证陷阱就是伪精英和好学生，他们都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别人的认可上。被动学习谬误就是伪学习者和老炮，他们都把信息的输入当成了能力的提升。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这些思维病毒其实是在悄无声息的侵蚀他们的适应能力。对啊，就像稳定幻觉就是那只青蛙在温水里面被煮死，然后外部验证陷阱就是一旦外面的这个认可没有了，它就崩塌了。被动学习谬误就是你看菜单看得再多你也不会饱。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这些思维病毒，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才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方舟？其实就是要建立3个支柱啊。第一个支柱就是要打造一个抗脆弱的核心。你比如说你要有至少6个月的财务缓冲，然后你要培养2项互不相关的核心技能，你要有一个可以从失败当中学习的心态。第二个就是要从员工思维转变成个人企业思维，就是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来经营，你要去思考你的产品是什么，你要去思考你的客户是谁，你要去提升自己的产品力、营销力和品牌价值。第3个就是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是你要去戒掉伪学习，把你的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投入到一个有产出的项目上面去。你比如说写一个专栏，或者说开发一个小程序，或者说组织一个社群，就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去积累你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会说2025年这7类人他们的加速坠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7类人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沉迷于稳定幻觉，依赖外部评价和被动接收信息。那如果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去打造自己的抗脆弱核心，我们用企业思维来经营自己，我们去主动的创造价值，那我们就不仅可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当中站稳脚跟，我们还可以抓住新的机会，实现人生的跃迁。 OK，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2025年可能会被时代抛下的7类人，然后我们也分析了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提前布局，让自己可以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当中稳健的前行。